这是法拉利历史上的第一款插电混动超跑， 3.9T 的 V8 发动机在电机的加持下，总输出达到了1000马力，100公里加速仅需2.5秒。那么今天我们就用4300多片积木零件来还原这辆向法拉利车队成立90周年致敬的长度达到60厘米的法拉利 SF90， 比例1:8。这款作品来自海外乐高梦克大神 Lucas，是一款以乐高42115兰博基尼的底盘为基础，对外观部分进行2次创作的作品。8速序列式变速箱、前盖和引擎盖开合、车门开合、前后悬架。在功能方面和乐高42115以及42143也是完全一致的。现在开始拼搭。这里来看一下后悬架，动力从这根十字轴输入，通过里面的20齿齿轮直接驱动差速器，并将动力向两侧悬挂驱动桥方向传输。同时左右两侧各使用了2根硬避震，可以看到整个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这里看一下8速序列式变速箱，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沿用了乐高42115兰博基尼的变速箱结构，同时和新款42143法拉利 Daytona 的变速箱呢也是一致的。完成前后悬架的合体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前悬架设计和后悬架类似，同样是左右两侧各2根硬避震，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转向动力从车顶方向进来，经过这里一组12:12的齿轮组以后，动力向车头方向传输，通过这枚黑色12齿齿轮驱动转向齿条零件。另外这里的3枚16齿齿轮后面会用作方向盘联动的用途。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测试下来，可以看到联动也是正常的。535部的相关零件需要提前几步去安装，否则这里会出现安装不进去的情况。589部的这2枚6558 3单位摩擦销是多余的，否则后面这个模块会出现无法安装的情况。好了，经过大概20个小时的拼搭，这辆 SF90 就完成啦。最终成品拼搭完成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整个外观面的科技面板覆盖率非常的高，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破面。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款 SF90 要优于乐高早前的42056、42083和42115。那和新款的42143呢，基本是一个级别。不过考虑到这款 SF90 并没有像42143那样大量使用新款科技面板，所以从外观造型的搭建方面来说，这款作品的作者在外观造型方面的设计水平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外观细节方面，原型车大角度的前唇设计，那作者这里是使用了科技面板配合软管零件，对这个轮廓特征进行了非常不错的还原。两侧的车灯以及下扰流板呢，也都进行了搭建。另外在前盖这里可以看到一条半单位宽的缝隙，应该是对原型车的空气导流槽进行抽象化的还原。侧边的车门呢，还原度还要更精彩一些，可以看到车门底部和侧裙衔接的这个位置，它的弧度线条和原型车对比下来，几乎做到了积木所能做到的最大还原。车门后方的进气口同样进行了搭建，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些砖块零件，测试下来并不会出现容易脱落的情况。引擎盖以及车尾的中空一体式尾翼，作者同样进行了设计，尤其是尾翼和车体之间的这个中空空气流道设计，可以看到还原度也是很不错的。轮毂方面则是使用了乐高42143的同款轮毂，镀银工艺看起来非常精致，基本挑不出毛病。同时内部的刹车卡钳呢也是进行了还原。内饰部分，运动款座椅、仪表盘、方向盘以及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也都进行了搭建。功能方面，首先是前后悬架回弹，测试下来呢，前悬架回弹没有问题，后悬架其实也没有问题，不过悬架行程非常的小。方向盘联动，设计师是在车头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球头零件，不过比较难拧动。另外，由于这款车子配的轮毂是较大的42143同款轮毂，所以在转向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干涉的问题。如果换成常规轮毂，那么转向联动是没有问题的。车门开合，前后盖开合。那另外前盖打开后呢，这里还有一个行李包。最重要的换挡功能测试下来，
可以看到换挡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在各个档位下，车子的推行和发动机联动都没有什么问题。好了，那么总结下来，正如之前所说的，这款 SF90 是一款以乐高42115底盘为基础进行外观2次创作的 MOC 作品，同时也得益于此，整个作品在联动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另外也可以感受到这位设计师在外观搭建方面的水平至少是不输于乐高官方的级别。不过这款作品与大部分产品化的 MOC 作品类似，在拼搭手册方面存在一些小问题、小错误以及优化不足的问题，部分步骤对新手会不够友好。不过相对于我们之前做过的很多其他 MOC 超跑，它的难度并不算太高，拼搭手册中的错误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现，解决起来呢也不算困难。包装方面，彩盒上没有品牌，右下角标了9088的货号，4366片零件被分成了36个零件分包，7个大步骤。拼搭手册一本，厚度大概有1厘米多，图示比例大小合适，指示清晰。除了之前提到的问题，这款拼搭手册在本身的印刷质量以及图示清晰度方面并没有任何问题。好啦，本期就到这里，下期还是超跑，拜拜。